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慧，我来到台南吃美食啦。那我想问一下小编，今天我们挑战吃什么呢？今天我们不做大胃王挑战，今天要进行牛肉汤马拉松评比。马拉松评比牛肉汤，就表示今天要吃很多间，对不对？哇，这算是年末福利耶！没错，但吃完之后每一家店都要进行评分，最后要公布5家你最推荐的牛肉汤。哦，包在我身上，一天可以吃这么多牛肉汤，然后好每一间我都会好好评比的，我也会选出我今天的前5名。然后大家如果想来台南吃牛肉汤的话，包准看这集就没有错了，那就跟着我去吃牛肉汤吧 ，Let's go！ 第一家呢，我们先来到了国华街这一条的阿春牛肉汤，那我们就进去点餐吧。哇，超香的！然后我就以防就是自己吃完每一家之后可能会有点忘记，所以我就特别在写了每一家店名啊，然后还有汤头、肉质跟价格，因为我觉得价格来说也是评分很重要的关键呢。毕竟金马就是小资女。它一入口的那个汤头的味道是有点偏向甘甜味，会回甘的。然后你一入口下去是很温柔温顺，有点像是你放学回家，然后妈妈去煮饭，然后叫你去吃的那种温柔。中碗的部分的话，它里面肉量的话，我觉得蛮多，它至少占了汤的2/3，所以我觉得分量是足够的。然后肉的话，也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它不是入口即化型，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有嚼劲型的。但我喜欢它的汤头胜过于它的牛肉。它的牛肉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偏还好。请给分。请给分。好，汤头的话我给4.5，大骨风味的汤头。肉质的话我给2.5，偏柴。CP 值的我觉得这样吃起来170哦。3.5，平均分3.5颗星，算是中等。今天是真实惠，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家。现在我们要去吃的下一家店呢，距离刚刚第一家店不远。然后就是今天我还自备了水，就是让自己每一家都确保都是很清新的口腔。吃的啦，一个吃都不假。对啊，我刚才吃它那个牛肉的时候啊，它是会越嚼，那个它里面本身就有点米酒的香气在里面。但我刚才吃它的牛肉片的时候，充满了米酒的香气，然后你嚼着嚼着，那牛肉的香味就慢慢飘出来，觉得好吃耶。然后这一家盛牛肉汤的牛肉片啊，切的跟刚刚阿春我们吃的肉片的大小、厚切度差不多，但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肉的话，就是明显。就是比较嫩一点点，然后也比较多汁一点。然后这个汤很加分的是啊，它有一股那个蔬果的甜味。然后刚刚我看到的老板的那个汤锅里面有放那个白萝卜跟红萝卜，所以我觉得汤头的那个味道就更有层次。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私底下问一下老板说里面还有放什么，他说里面本身就会放一些像什么牛腩肉进去炖它的汤头，所以它那个汤头喝起来就有 double 牛味的感觉。刚刚那一间是有点像大骨熬的汤，喝起来后面有点甘甜味。但这一间的汤头啊，喝起来是你很浓烈的米酒香，然后到尾韵就慢慢飘出就是白萝卜跟那个就是很多蔬果的味道，我觉得还不错。肉片的话我就觉得给过了。OK， 评分时间。好。那这间的汤头我给4.1颗星，我觉得它的汤头喝起来好喝，而且如果是喜欢就是酒香味比较重的人的话，你会很喜欢。然后肉质的话我给4分，它的手切，刚才它的牛肉也是用手现切的，然后刚刚我们去阿春的时候是牛肉已经切好放在那个柜台前面的那个冰橱里面。然后价格的部分的话，就是大碗150，我觉得CP 值蛮高的，所以我给4.2。综合来说，它是4.1颗星。盛牛肉汤的旁边就是阿春的第2代，那我们就继续点点看看刚刚跟1代有什么差别。
中碗牛肉汤已经端上来了，然后跟就是我们刚才去吃阿春的那里便宜了10块钱。那我们先来吃吧。我觉得肉量来说的话，跟刚刚第一家比的话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它的汤头啊，比刚刚第一家阿春的，我觉得来的更加的鲜甜，而且回甘的那个甜是 double 的。哇，想不到二代店比第一代的还要强，就它这边牛肉比较大块，比较厚切一点。汤头是加倍好喝，肉的话就是比较偏扎实有嚼劲的。我可以评分的。但如果大家想来吃的话，会推荐二代店，它的汤头真的是比刚刚我们一开始去吃的时候，我觉得味道再更鲜美。汤头4.6，肉质2.6，价格的部分的话就是3.7，综合平均是3.6。哦，综合平均3.6。但它的汤头是真的很厉害。但我就是今天以高标准要对得起它的价格来说的话，觉得肉的话还可以，就是再软嫩一点。接下来我们进攻到牛家庄这一间呢，是我的台南爱好店。其实这间店的牛肉汤是我目前吃过牛肉汤最好吃。我上次吃它的牛蛋汤很好喝，但我这次来喝牛肉汤。可是今天也是保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心态下去做评分，那我们就进去点餐吧。哇，好香哦！而且刚刚啊，我们有看到那个老板的那一锅牛肉汤，里面有就牛大骨之外，还有一大包的炖汤的那包蔬果，我就隐约看到好大颗的苹果在里面，想必这个汤很厉害。它的肉也一样给超多，应该有汤里面的2/3咯。好甜哦！它的肉会反甜呢。它肉呢就是切的非常大瓣，而且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厚切的状态了，肉的口感刚刚好。不会到太软嫩，也不会到太干柴，吃起来就是有点像在吃牛舌的感觉。一般我们去吃烤肉店那种很高级的肉的口感，会回甘那种肉的甜味。我还没喝汤哦，光吃肉就有回甘了。汤头很浓郁，它的浓郁呢是让你很舒服的那一种，不会让你感觉到很腻。哇，满满的那种蔬果的甜味啊，还有米酒的香味，我仿佛都觉得喝一口汤，我吃到一头牛的感觉。这么好吃，还不赶快来吃吗？它真的是我台南的爱店，好吃。而且如果大家还想要尝试其他的牛肉汤的话，我上次有喝牛蛋汤，我也很推荐，没有喝过的朋友一定要喝喝看。口味更是提升。汤头的部分我给4.8，是大骨加蔬果的甜味在里面。肉质的部分我给4.9，这个价格我给4.3。这碗160来说，我觉得 CP 值很高了。综合评分是4.7，我给出非常高的评分，因为它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就是 CP 值很高，而且来台南的一定要喝的牛肉汤，我觉得这间很棒。5家的牛肉汤，我们来到了圆环牛肉汤。它的汤的颜色跟刚刚我们吃的前4家完全不一样，对，有点像药炖的感觉。那我们先来喝汤看看。它那个大骨的汤头的味道蛮浓厚的，但它好像带有一点点那种中药材的味道在里面，但喝起来蛮顺口的。也是一样汤的一半。但我觉得这间的肉片呢，就是小偏一点点，因为它都是没有什么油花部分，所以吃起来的话，可能就是你会一直嚼一直嚼。它有一个优点啊，就是你越嚼有点像在吃辣瓜的感觉，越咬会有那个牛肉干的味道。汤头的部分我给3.9，然后它的汤头喝起来呢是大骨熬起来的汤，很浓郁，但就是你喝到最后会有一点点那种中药的
那个味道在里面。肉质的部分的话，我给3分。我个人习惯是吃偏软嫩的肉片，然后油花可能比较多一点点。价格的部分的话，我给3.6颗星，但我觉得 OK 啦。综合评论的话就是3.5。刚吃完圆环牛肉汤，走没几步路，又有一家牛肉汤，叫做无名牛肉汤。你在干嘛？我在添白饭啊，内用白饭免费，所以有算在价格的 CP 值的评分里面哦。大碗的牛肉汤上锅，哇，夸张，大片，对啊，好粉红的颜色哦。其实我这样现在吃到就是前面好几家了，汤的温度也是一个重点，不同的温度冲下去都有不同的风味跟滋味。它的汤头呢，就有点喝起来我们刚刚吃的那个阿春的汤头，是属于大骨汤头派系的。然后喝到尾韵呢，也有一点点回甘味道，但阿春的回甘的多一点。刚刚我们吃的圆环，它是小块，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油花，它这个还有一点点油花在里面。它的肉虽然大块，但吃起来呢，我觉得不是软嫩派系的，它是稍微有点嚼劲，然后带点弹牙的口感在里面，但我还是偏向软嫩派系的。白饭好好吃，加分，加分。就是当你可能吃了很多碗牛肉汤的时候，突然来一个白饭，你就觉得你发现一个绿洲。我觉得这一家店的优点就是，可能我平日想要吃牛肉汤，然后又觉得单吃牛肉汤太单调，吃不饱的时候，我就觉得旁边有个白饭内用吃到饱，我就觉得很划算。我觉得可以给到4。那一样也是大骨汤派系浓郁版的。肉质的部分的话，它虽然切得大块，但就是没有软嫩，就是没有入我的那个门槛。所以我给它3.8好了，但这一间会给到就是3.8颗星，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肉切得很大块，很豪迈，不怕你吃，这是我给它高分的原因。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可以给到3.8。无名牛肉汤呢，我给它的综合分数是3.9分。然后我觉得它汤头是喝起来就是传统牛肉汤型，我觉得很香，很浓郁。那我们就前往下一家。马拉松呢已经来到第7站了，你看哦，都已经下午1、2点的时间，里面都还是超多人的。他们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扛棒在外面，但我对这条路很熟悉。然后我们就赶快进去点一碗牛肉汤来喝喝看吧。然后它里面的肉量一样的多，它肉呢是看起来是有点像油花比较偏多一点点的，好甜哦。刚刚那个我看外面那一锅牛肉汤的时候啊，我就很开心了，因为我看到它上面有浮蔬果。我现在好像今天拍下来，我好像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喝蔬果的汤。然后它的汤呢是甘甜，然后又有一点点那种有很浓郁的牛肉味道在里面。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瘦肉啊，嚼起来很软嫩多汁，然后你稍微咬到有一点油花的地方啊，它瞬间跟你的舌头融合在一起，把那个牛肉的香味挥发到极致。请给分，请给分，没问题。所以我真的不得不说，它的那个肉我真的好喜欢。汤头我给4.5，是因为它是我很喜欢会回甘甜的蔬果甜味的牛肉汤头，把它每一片的肉啊，不管是瘦肉或是有油花的部分，我觉得它都平衡的刚刚好。你吃下去不会有就是有过瘦或过肥的感觉，不会，这些吃下去是非常舒服、软嫩、滑嫩的。我给4.4 ，CP 值这一碗160，我觉得算 OK，CP 值蛮高的。那我给4.1，很高，因为我觉得它的肉，你看哦，我吃到最后，它都还是嫩的，它没有因为就是汤继续高温冲它，吃到最后可能会变柴，还是软嫩中。综合评分4.3。综合评分可以，那我们就去下一家。我的天呐！刚刚我们就是一直在找牛肉汤的店家，然后很可惜，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有很多店家牛肉汤都已经卖光光了。
生意太好，没料料啊。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寻找下一家牛肉汤店。刚刚粉丝朋友们推荐我们就是这一家，他就说这间的优点就是肉燥饭，好利加个爸加个送，所以我们进去赶快点牛肉汤吃肉燥饭吧。好，我们牛肉汤呢点小碗的，小碗的话是150，因为它大碗的话要230，我们就想说，因为它没有中的，所以我们只能点价格相近的下来比。其实它这个小碗跟刚刚的中碗蛮像的耶。其实同一个碗，同一个碗。它有很浓的一股中药汤头在里面，我觉得蛮浓厚的。然后你喝到尾韵的时候，喉咙这里还会残留着一点点那个牛肉的甘甜味。汤头不错，而且我觉得蛮清爽的。你看它上层也都没有浮什么油花。它的肉片也是属于瘦肉型的，没有什么油花在，是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如果是离我喜欢吃的肉片就有点距离。它汤的存在感太强了，它的汤比它的肉对强也很多。以中药汤头，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款。以性价比来说，这个就是 CP 值高。好，我要准备来评分了。汤头的部分呢，我给4颗星，因为我本身也还蛮喜欢有中药汤头的牛肉汤。肉的话，我给3.3，没有想象中的软嫩。最后一个性价比的部分呢，我给了3.9。它肉霸分讲个霸，我刚刚 CP 值就管呢，所以综合来说的话，就是3.7。我们现在跳到了台南安平区，在这里呢也有很多间很厉害的牛肉汤店哦。大家说到台南牛肉汤，是不是都会想到文章？要么就是阿玉，要么就6000，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吃文章牛肉汤了，那我们就对话点。有大哦，这样捞起来都还有肉片在里面，有。我觉得它的汤头就是你一联想到台南牛肉汤，就是这个味道，很纯正的鲜甜味，大骨很浓厚的味道，很好喝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勾扎比嘛，人家说勾扎比那个牛肉汤，台南牛肉汤勾扎比的味道，我是这么觉得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台南喝牛肉汤，我觉得文章 OK。看就知道是嫩的。对，它肉片很嫩，我觉得它肉片有特别挑过。你们看，它每一块肉片哦，都有这种油花在里面，你一入口就是嫩，那个肉就直接在你的嘴巴里面散开来，然后就变成肉丝在你的嘴巴里面，之前在跳舞，跳踢踏舞，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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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这样的感觉。你很喜欢这一家？第一股您给分汤头我给4.7，肉片的话，它是每一片都是嫩的，但我觉得跟牛端端比的话，牛端端我会更喜欢，因为那个已经到一个很软嫩的到一个境界，我给4.1。以价格的部分，大碗的180，我觉得CP 值蛮高的，4.3。这个综合评分是4.4。哦，4.4。那我们就前往下一家。现在我们来到了下港阿红牛肉汤。好香哦！我觉得这碗牛肉汤它的香气来自于它的9层塔。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家，这是第一次碰到有放9层塔的。它多了一股9层塔的香气在里面，有一种我在喝9层塔蛤蜊汤吗？有一点点那个 feel 在里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Q 脆的口感，感觉是偏瘦肉比较多。对，瘦肉比较多。它的牛肉片在它的汤是相辅相成的。汤头的部分呢，我给3.8，是因为牛肉的香气就是好像有点被压住一点点了。
然后如果是肉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瘦肉偏多，但它的瘦肉咬起来是非常讨喜的，不是那种柴到爆那一种，是好吃的那种瘦肉，所以我给它3.5颗星。然后如果是 CP 值性价比的部分，我觉得这样150块，我觉得值得了，所以我给4，所以总分来说的话是3.8。那我们就前往下一家，去。我现在是一只开心的小牛，因为我的肚子里面有超多牛肉汤。现在我们来到了住宅牛肉汤。肉片的部分的话，看起来每一片都有油花在里面。它的汤喝起来有点像阿塔，就是那种大骨加蔬果去熬的汤底。但每一块牛肉片的话，切的大小我是觉得比较偏小片一点，然后每一片的话就是都有油花在里面。这个牛肉片合格 ，Q Q 弹弹的，然后咬下去的时候是软嫩的，然后也会有点带汁的感觉，会喷汁。汤头的部分呢，我给4颗星，因为它的汤头是我喜欢的那种大骨加蔬果的汤熬制的汤底。肉的部分呢，它虽然有点小片，但它每一片的油花呢，我觉得分布的刚刚好，而且咬起来肉质也是软嫩的，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也给4分。然后如果是论 CP 值来讲，这一碗160块，但其实它的大碗就是其他家的中碗的部分，所以我的性价比价格的评价呢，我给它3.8，所以总分是3.9。那我们就出发下一家，阿财牛肉汤，我们来啦！最后一家牛肉汤马拉松系列了，那我们就去吃今天的最后一碗牛肉汤吧 ，Go Go！今天呢，就是吃了10几家的牛肉汤，从早上的10点多开始拍摄，到现在的快要4点，下午4点了。然后我们跑了就是10几家店，然后吃了每一家店的牛肉汤，就是每一家的口味，当然都是有一些差异，都各有千秋。但我相信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顾客。那我们现在来吃阿财，阿财是目前汤锅就是刚刚端上来就真的还是很红的状态。浓郁，然后有就是那个大骨的那个浓厚的味道在里面，然后还有牛肉的香，然后尾韵的话也是会甘甜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它的牛肉，也是切的很大块，而且我觉得很厚哎，因为它的肉很神奇的是，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纹理，而且还会透光，我觉得很漂亮。它的肉嚼下去，牛肉味很香，再来就是它的肉，我觉得很弹牙，而且咬一咬之后，它不会就是像那种死汁那种很柴的肉一样，就在那边空嚼。但它的肉是你一嚼，它就会随着你的那个咀嚼次数，慢慢的吞进去你的喉咙里面。其实我这样喝那么多牛肉汤下来，我觉得师傅的切工啊，跟汤的温度都是很重要的，都会影响到整碗牛肉汤的美味程度。好吃的 QQ 的肉很弹牙，牛肉香味很重。好，那我们先来评分吧。汤头的部分呢，我给它4.2颗星。它的汤头是属于大骨派风气，然后加一点点蔬果的甜味在里面。然后肉的部分的话，它是偏切的比较厚切一点，然后又偏大块一些，吃起来很过瘾，很有口感。然后嚼下去的时候，很明显感受到那个肉的纹理在你舌头上跳舞的感觉，所以我给它4分。然后呢，价格性价比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大碗170块钱，我给它3.9颗星。所以如果综合下来的分数的话是4分。在我身后呢，就是安平古堡的，你们猜它是谁建的？荷兰人。那今天呢，牛肉汤马拉松先告一段落。那我们就是拍了将近6个小时吧，然后我们就吃了12家店。然后我来公布一下我的前3名。第3名呢就是阿唐牛肉汤，它的汤头是我喜欢的大骨那种传统大骨的熬制的汤头，然后喝到尾韵还有点鲜甜的蔬果的精华在里面。
然后肉的部分也是我喜欢的软嫩型。第二名呢，我给文章牛肉汤。文章牛肉汤它这么有名，真的是实至名归。汤头我很喜欢，肉呢我也觉得很软嫩。第一名的话，我给牛抓抓，它是我的第一家。真的没有私心，都是公平、公正、公开，而且我觉得口味上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也可以照着今天我这样吃下来的开箱，然后决定你们想去吃哪一间牛肉汤。然后我的前3名呢就是这3家，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踩点我的前3名。然后今天吃下来的店家呢，有大家喜欢的店家吗？如果有想要补充给我，这是你们自己的私人名单口袋的话，私人名单口袋是什么东西啊？私人口袋名单给我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看我miss掉哪一间了。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拜拜。我忘记了啦，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飞行评审要来抨击我的，就是摄影师小郭。我们每一家吃完呢，其实就是摄影师跟小编就是还有在浅尝一下，然后就觉得我的口味到底就是有没有异于常人。我就请这位飞行评审，请说出你的前3名。我的前2名跟你一样。哦，所以我还算是 OK 的啦。那第3名呢？我的第3名是下港阿虎。我就知道你是偏爱9层塔。那就有另外一个鲜美的味道。对啦，我觉得就是各有千秋，每一家店都有他们自己拥护的那个爱好者。也期待下一次的美食马拉松，我希望吃甜点，然后也请大家帮我的 YouTube 订个阅吧。我觉得它肉好好吃，我再多吃几片。真的很喜欢这一家。真的。